在不久的未来，基因编辑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，一种被称之为仿生人的科技生命体被创造了出来。仿生人的生理构造与人类几乎完全相同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大脑中的神经元被经过了定向的基因编辑，有着单一且必须遵从的初始执念。至死不渝的伴侣，乖巧孝顺的孩子，效忠老板的员工，这些定制的仿生人开始作为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。即便是在一些禁止制造和销售仿生人的国家，也有一些非法分子通过走私的方式将仿生人携带入境，暗中销售。随着仿生人的泛滥，危害也逐渐显现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迷在仿生人提供的虚假情感中。而对于仿生人自身而言，他们的思维和情感也极易在初始执念的束缚下变得畸形，很多恶性事件由此产生。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，国际社会迅速召开会议，一致通过了仿生人的生产禁令以及召回令。按照约定，各国将立刻停止生产仿生人，并对各自境内的仿生人进行召回以及集中管理。西院市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明眸基因研究所，配合公安机关对我国境内的仿生人进行搜查以及鉴定。然而，过程却并不顺利。鉴别仿生人的方法只有通过注射鉴定药剂来观察其瞳孔是否变色，但鉴定药剂的技术还存在缺陷，对于普通人有着极大的伤害，因此它的使用被加以严格的限制。至今为止，距离仿生人禁令的颁布已经过去了5年，依然有一些仿生人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是慢的。开始吧。我们开始。死者，女性。3天前，她持械闯进了一家温泉旅馆，最后在客房砍伤了一对母子。孩子为保护母亲，刺死了这个疯女人，导致她跌入炭火，脸部被烧毁。由于烧得过于严重，尸体已经无法辨认长相。死者身份不详，也对不上最近几个月的失踪档案，所以警方需要我们配合，同步展开鉴定工作，来确认是不是仿生人。烧成这样，瞳孔都看不到，药剂也不起作用，我们的鉴定工作会很困难。而且，就算是仿生人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也不用我们临摹掺和了，对吧，陈诺？这小孩什么表情啊？他不是刚杀完人吗？即便心智再成熟，也不至于这么平静吧？走吧。啊？案子我们接了。哎。因为雷雨天气，监控信号受到影响，所以断断续续的。当时我听到很嘈杂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，一看监控感觉不对，然后我就跑上去了。这个监控我们拷走一份。啊，没问题。这边警察取证完就把房间封锁了，暂时也不让进去。如果你们要进去的话，到时候可以……哎，
怎么这样？不好意思。那对母子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你在现场吗？哦，当天我在大厅值班。那小孩子状态怎么样？是不是被吓坏了？这倒也没有。这左右两边都没住人，就0210房间住了一对情侣。他们住多久了？订了7天的房间。哎，先生，您不可以这样敲门。干什么呢？敲这么大声儿！王女士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2位是明眸的调查员，他们有些问题想问。有完没完？这都问了多少次了？那麻烦你再陈述一次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！那天吧，我先是听到走廊上有人走来走去，然后就听到一阵到处敲门的声音，之后呢，就听到一阵巨大敲门声。我当时还推了推我男朋友呢，他都睡死过去。他也敲你们了？对啊，我当时还走到门口骂了几句呢，我以为是哪个酒鬼喝多了走错门了，不过后来也就没什么动静了。你等一下，你是说，他听见你的声音之后就离开了？对啊，哎呀，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。那他可能是在寻找什么特定的目标。精神赔偿什么时候能给我呀？不给我可不走啊！你还听到什么其他声音吗？之后就听到一阵很吵闹的动静，我还听到一个女人喊说：“放开我的孩子，放开我的孩子！”哎，你明眸都来了，那疯子是不是就是仿生人啊？他肯定就是为了救他妈，所以把人给杀了。你别胡乱猜测了。辛苦你们了，还特意跑一趟。不过你们问的事情，我好像也帮不上忙。我们也只是怀疑，那天袭击你们的可能是仿生人。仿生人，我不知道。我当时心里也特别的慌，我能记得的我都说了。陈女士，你儿子在哪？我们想见见他。不好意思，孩子在睡觉，他好不容易能睡着了。你们想要和他聊？他知道的我都知道，我可以跟你们说吗？当然，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前天你们被袭击的情况吗？月儿钢琴比赛拿了第2名，我答应过要带她去温泉酒店玩2天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做个好梦啊！哎。谁呀？事情就是这样。你觉得他是谁？为什么袭击你们？流浪的，还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？还是说我们怀疑的仿生人啊？但没事儿，他既然是仿生人，我们反而好解决。陈女士，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吧？明眸，专门调查仿生人的。那你应该知道仿生人的危害吧？陈女士，
你还有没有事情要告诉我们？最好趁现在。我没有什么要说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还要给孩子做饭。你好，我们是明眸的调查员，想过来询问方院几个问题。我得问一下家长，你们稍等一下。承诺。方院，我们是明眸调查员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见过，对吧？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看看，这个死者你认识吗？你会说话吗？喂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承诺，你又来干嘛？你们怎么能闯到这里来？你们到底要对他做什么？我只是问他几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我儿子是正当防卫，他没有做错什么，不要再纠缠他了。你儿子是不是正当防卫？我们会配合警方调查清楚。请你们出去。他一直都这样，不说话吗？出去！承诺，走。承诺。抱歉啊。哎，你觉得他那个样子正常吗？案发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过吧？刚才把他吓到了，他就是个孩子，只是想保护他母亲。你怎么能说他是杀人凶手呢？而且我们要确认的难道不是死者是不是仿生人吗？你为什么一直盯着小孩不放？死人不会开口说话，他们说了不认识凶手。那是陈曦会说的，方圆还没开口呢。这重要吗？很重要。你只能通过伤害人的方式破案吗？那你可以试你的方法。方圆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有妈妈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今天
天表现的不错，回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哦。啊，他现在还是会每天喊我叫保姆的名字。我明白，这都只是过程。您平常还是多陪伴他，别给他太大的压力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师哥，哎，安秋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来的有点着急，没提前跟你打招呼。啊，没关系，怎么了？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心理方面的问题你比较擅长，正好我们这边有个案子，想请你帮帮忙。是关于仿生人的吗？是，但也不是，现在还不是很清楚。主要是目前受害者一直不肯说话，所以想请你去看一看。张姐，有我老公！张姐，你别跑，护士，保证你！我这儿也有很多人需要帮助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理解，但是这次这个案子有点特殊，受害者是个10岁的孩子，他为了保护他母亲，杀了一个人。师哥，哎，安秋，他们已经在里面了，走，带你进去吧。好。陈女士，请坐着。陈女士，抱歉，上次我们那个同事太冲动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次我们不讨论案情，主要是我们担心经历完这些事情之后，方圆的精神压力会太大，所以特别请了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，希望他能够帮到方圆。陈女士您好，我叫安秋，我可以跟方圆聊聊天吗？方圆你好，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吗？如果你不拒绝的话，我可以理解为你同意了吗？方圆，其实跟这个案子比起来，我们更关心的是你。但如果你一直不说话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你。没关系的，方圆，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。这个游戏不用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医生，是因为我有一项特异功能，我有心电感应。想试试吗？我先给你玩一次吧。好啊，游戏非常简单，这个游戏叫黑魔法。一会儿陈女士，您在方圆身上随便指一个位置给沈老师看，然后呢，我会通过心电感应告诉你答案是什么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陈女士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沈叔叔，配合一下吧。没问题。刚才陈女士指的是这里吗？不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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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里吗？是。你是不是怀疑沈叔叔给了我什么暗示呀？你们肯定商量好第5个说出正确答案。不是这样的。你们用眼神交流了？也不是哦。那这样，我们再来玩一次。你想一个你最喜欢的甜品，只告诉沈叔叔。这次我也不看你们了。来。方圆最喜欢的甜品是冰激凌吗？不是。是黑森林蛋糕吗？不是。是杏仁豆腐吗？是。现在相信了吧？其实呢，我除了有心电感应，我还有另外一项特异功能，我可以读出你内心的想法。
想试试吗？我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你来之前不是吃过早餐吗？我还想再吃点。好，妈妈去给你买。你乖乖的在这儿听话啊。嗯。还想继续吗？其实你还很想继续看我的心电感应。其实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，你只是找了个借口让他离开，你不想让他听到你的心里话。他把你照顾得很好，可是这也让你很有压力。可是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，你愿意理解妈妈的辛苦，对吗？妈妈以前工作很忙，几乎没什么时间陪我，我也不怪她。可是妈妈其实很想多陪陪你，所以才会带你去温泉旅馆啊。可是那天发生的事情，让你一直很难过，是吗？苑儿，你很勇敢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保护了自己的妈妈。所以，保护妈妈是最重要的事情吗？当然啦。你果然作弊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电感应，你跟他一起是来骗人的。苑儿。苑儿，你愿意跟我说说这块怀表的故事吗？苑儿，你怎么了？抱歉啊，陈女士，刚才看到。苑儿，走，咱们回家。陈女士。抱歉啊，都没帮上什么忙。你能来已经帮大忙了。我觉得方院确实有话想说，但可能是有什么顾虑吧。我倒是觉得陈新慧的反应有点奇怪。所以是手指有没有碰到的关系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就是你们刚才玩的游戏啊，要不然就是肢体暗示。这位是我搭档承诺，这位是我大学的师妹安秋，心理学方面的高材生。你好。要不然就是你们进去之前商量过的，答案早就已经定好了。别瞎猜了，都不对。对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才在监控室不都看到了吗？还想不明白？这其实是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经常玩的小游戏，原理很简单，就是把记号。我就知道，一定是在答案上做了记号，对吧？当然不是答案啊，每一个答案都不一样。不是答案，那是在哪儿？你好好想吧啊。那个，我先送安秋走了，他有事儿呢啊。哎，答案前一个什么来着？前一个你好好想啊。还在想答案呢？你真当我傻呀？正确答案的前一个都是跟黑色有关的物品，这个游戏叫做黑魔法，对吧？你在怀疑陈新慧？是。你还记得那个监控吗？那个疯女人敲了这么多房间的门，为什么就陈新慧打开了？感觉他们之间，并不是像陈新慧说的那样毫无关联。你看，这是陈新慧今年的通话记录，除了方院的老师，她几乎从来不和其他人联系。他可能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呢。你看，所以他经常出门，跟之前的信息对不上呀。对得上，他经常出门是真的，不喜欢离开家也是真的。钱清贵夫妻曾经开过一家服装贸易公司，她丈夫生病去世后，只有她一个人在管理，收益相当不错。但突然在3年前，她把公司给转让了，之后再没有创业，也没有上班，全职在家。
当然，之前赚的钱，光是理财就足够他们母子2人日常开销了。所以说，他是3年前性格突然转变的。月儿，来，吃点水果好吗？来。那妈妈就给你打成果汁好吗？你最近跟陈新会有联系吗？前段时间他突然跟我借钱，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嘛？他就跟我发脾气。陈总呀，陈总好久没来了。以前啊，还经常和同事一起过来聚餐呢。他在我们这儿存的酒，还有会员卡的余额，现在都没消费完呢。你跟陈新会多久没有联系了？好几年了吧。所以你们父亲去世，他也没有回去吗？对，他没回来。别再给我提这个事儿了，好吗？都已经过去了。我还听朋友说，他把公司都给卖了，把合伙人也给骂了一顿。你有去家里找过他吗？有去过，家里面好像也住了人，但是我去的时候他没开门，之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了。陈新会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，不仅转让了公司，而且还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闹掰了，而且闹翻的理由五花八门。他跟朋友借钱还可以解释，但是他哥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连葬礼都没有参加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可能是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吧。承诺，这是万部让交给你的尸检结果。果然是这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死者的尸检报告，你过来看。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生前长期服用致幻类药物，而且处于营养不良、肌肉退化的状态，很可能是遭受了囚禁。你还记不记得案发酒店王女士所说的话？之后就听到一阵很吵闹的动静。她说听到有人在喊：“放开我的孩子，放开我的孩子。”单看字面意思，我们会下意识认为是陈新会所说。但我仔细听过监控，发现这句话的语调有问题。他的重音在我，而不是放开，所以我认为说这句话的应该是那个疯女人，也就是真正的陈新会。好了，现在很清楚了，签字吧。承诺，签字这事儿，我们是不是再谨慎一点？方圆还只是个孩子，就这么抓走他唯一的亲人，我怕他遭受不出这么大的打击。再说陈，你在替仿生人说话吗？你有想过这个结果对他们俩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，也不是你应该考虑的。你只需要判断目标是不是仿生人就行了。所以，保护妈妈是最重要的事情吗？当然了。你果然作弊了，虽然我不……妈妈。喂，师哥。我想离开明眸。为什么？你记得我的搭档承诺吧？仿生人跟普通人的区别，不过就是个初始执念。它是仿生人一切行为逻辑跟情感的根基，就像是一种本能吧。明眸的宗旨是配合公安机关鉴定和搜查仿生人，但同时要给予他们关怀。但是承诺不一样，他对仿生人一直抱有非常大的敌意。为了抓住一个仿生人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可是仿生人，他们不是机器人，他们和我们长得都一样，
他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我每次在搜查他们的时候，都会碰到一群跟他们有情感连接的人类。如果这个仿生人消失了，他们的生活也完全被改变了。我们需要纠正人类过于依赖仿生人的想法，但这个过程又让我很有心理负担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听我这么多牢骚。没事啊，师哥。不管是调查员还是心理医生，我们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让人们可以接受事实吗？有些人放弃了自己，但我们不能放弃他们啊！再坚持一下，说不定转机很快就来了。谢谢，安秋。其实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这份工作。啊？你等一下，你看看这个。那天你在面对方院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。如果你跟承诺搭档，他可能会不一样。是吗？我以为我没有帮上什么忙呢。啊，对了，方院那个案子最后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明天可能会做最后的确认。其实我挺担心方院的，明天我能去看看吗？沈先生，外面有位女士找你。好。安秋，警察怎么来了？陈新慧消失了。怎么回事？陈新慧确定是仿生人。那个仿生人到底去哪儿了？我都问了你快30分钟了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是吧？队长，我发现客厅这儿有个暗门，你快来看一下。好，来了。帮我照顾一下方圆。嗯。果然是这样。渊儿，所有事情说出来会轻松一点的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那个仿生人去哪儿了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隐瞒是吧？你能不能别这样对一个孩子？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？那名死者是他的母亲。我们对温泉酒店那名死者以及他们母子都做了 DNA 检测，结果证实，那名死者也是陈新慧，他们其中一个一定是仿生人。你不说是吧？那我帮你回忆一下整个过程。我的猜测，你的妈妈因为忙于工作，所以从黑市定制了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仿生人来替她照顾你。她的初始执念一定就是无条件的对你好，对你百依百顺。你妈妈对你要求很高，所以让你感觉到压力很大。这本来是一种爱，但在仿生人眼里，这就变成了一种伤害。仿生人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替身妈妈，他觉得自己更有资格作为你的母亲。月儿，妈妈去上班了啊，你在家乖乖的听阿姨。但想真正的取代一个人类，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一开始，先是最基础的模仿。月儿，妈妈去上班了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妈妈去上班了，乖乖的，在家听阿姨的话。谢谢。仿生人日复一日的把药物下到食物和水中，渐渐的，你妈妈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。与此同时，
他开始了久战雀巢的计划。总，您确定要把公司卖掉吗？他为了避免被熟悉的人发觉，干脆主动发难，找准你妈妈与亲朋之间的矛盾，与大家断绝了全部来往。能体谅我？现在我说了算，我回不去。渊儿，妈妈已经把阿姨给退了，以后妈妈会全心全意照顾你。仿生人可能还不敢真正的杀人类，所以他一直把你妈妈关在地下室里。因为被下了药，他的脑子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方圆过得好吗？过得开心吗？他有没有想妈妈？我就是他妈妈。他现在过得很开心，我不会做任何让他不开心的事儿。等你有力气了再喝吧。事发那天雷暴天气，地下室的门很可能因为停电引发故障，自动打开了。做个好梦啊！妈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去看看。谁呀？都怪你抢走了我的孩子！放开我的孩子！放开我的孩子！月儿，快跑！人不是你杀的吧？是仿生人陈新慧杀的。
我不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坚持是自己做的？他都把你抛弃了，你居然还在为他着想？会抛弃我的。凭什么？初始之念吗？你就那么确定他的初始之念是为了照顾你吗？说不定是成为另一个陈新慧呢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除掉真的，自己取而代之。而你，也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。胡说，那不是说好的，他不是故意那样做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撒谎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陈诺。 月儿，你别害怕，别难过。我们只有知道真相，才能帮助你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月儿，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直到那晚，我才知道陪伴我的一直是仿生人妈妈。对不起，月儿，妈妈实在太忙了，没时间好好照顾你。来，这是妈妈奖励你获奖的一个小礼物。我已经失去一个妈妈了，我只是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。那天你问我，保护妈妈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？你当时一定很自责吧？可是我没有说错，你非常勇敢呀，你只是保护了另外一个妈妈。另外一个妈妈。说了这么多，还不是在需要的时候离开了？月儿，他不会无缘无故的离开的。你知道他会去做什么，对吗？妈妈会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妈妈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说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他有办法帮助我们。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见面？在森林公园。分头找吧。陈新慧，陈新慧，陈新慧。
别跑！师哥！救母案现惊人反转，10岁少年因过度依赖仿生人，竟向警方隐瞒仿生人杀害自己母亲的罪行。病人吸入浓烟过多，导致脑部缺氧缺血，目前还是昏迷状态。如果昏迷时间持续过长，那么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 为什么不救他？当时如果你不跑，也许他就不会躺在这儿。我跑掉，是为了去抓凶手。是吗？那你抓到凶手了吗？对你来说，抓到凶手比救人更重要，是吗？我相信，如果是沈丽，她也会做一样的选择。你错了，他一定会选择救你。 你好，是人事部吗？我想加入明某。城市灌溉了梦。 浪般卷走我，也早就放弃了求救，瞳孔却偷偷闪烁，祈祷月光能拥抱我。总已留下的线索，不放弃，也不追究。 会用不同的方式。
过，像美丽的风景没人带得走。深刻又透明是你的承诺，就这样别梦醒就不怕。